一盏沉灭的回忆出现，我来救你了！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00年换来的是像你这样的人，天生就该在战场上，让所有人都惧怕你。你可愿再一次练习？苍穹骤变，命运将我撕裂，却毁不掉一颗思念。那是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却。你若是信我的话，让我做你的眼睛。只怕你会走远，我离开你世界只剩永远，哪怕心跳终会理解。你忘了，你也是我朋友。快有点舍不得。隔着云烟人天地都毁灭，我只想和一切都诀别，去再见你一面。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都办妥了。按照女郎的吩咐，东西已经交到鹰王手上。好，一会儿要是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去南街书房给袁家阿紫买书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尤其不能让萧无意知道。你干嘛？去哪儿？先去南街书房帮袁家阿紫买书，再到仁和堂帮蕊山阿紫取刚进的决明子，然后再去杏花楼给子期买薄荷糖糕。你呢？你要去哪儿？进宫，继续商讨和北庭的和谈协议。哦，那您先请，您先请，还是您的事情比较重要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方才说书时，你说你见过却谷令，那是自然。走，跟我走。萧无一的小美人儿啊，稀客。你差人把经帖送到我这里来，什么意思？这哪儿来的？我练的。先以高温锻造，去尽杂质，再萃以绿水而得。我知道，你想要经帖冶炼之术。你真能把经帖送给我？啊，那倒不是，我就是用这经帖做个饵，想要诱你同我见面。你耍我？不敢不敢。平宁县主是我至交。原来是这个事啊！没想到这平宁县主的命还挺值钱的嘛。你想要取平宁，不过是想出口恶气，找回一些颜面罢了。如果你对经帖冶炼之术感兴趣，那我与你做一笔交易，啊不，生意。愿闻其详。太后，久仰大名。还以为抓住了别人的马脚，没想到是自己露出了马脚。若不是世子此前拔除了我北秦暗探据点，这两个蠢货也不会这么容易就被世子发现。这做暗探还是要有经验才行啊。太后此行为何？难道也是为了却谷令？我若说上京待腻了，到南叶来赏赏风景，世子可信？自然不信。
那我也只有这个说辞了。说说吧，世子相见所为何事？难道是想告诉哀家却骨令的所在吗？望太后力阻英王与平宁县主结亲。秦业联姻乃长久之计，世子戎马经年，岂不明和则两利？想必太后比我更清楚，北秦陛下与英王不过是表面君臣，英王拥兵自重，太后虚奉伏龙，才有了北秦，朝堂安稳。可若是太后薨逝，英王再与大业结亲，娶的还是如今的监国齐王殿下的胞妹，一旦有了健康的助力，平衡就会被打破。如此，还如何保证英王的兵马还是你北秦的利剑？世子说的在理啊，但纵然我母子跟英王有局域，也轮不到外人来操弄吧。如此显而易见的离间，世子是否太过心急了？谏言而已。多谢世子好意，那哀家也告诉世子一事：你的侧妃谢家瑜也为和亲一事，此刻正跟英王密会于鸿胪寺，听说还为英王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哎呀，你别那么小气嘛！我知道这个宫房是袁小六的，我就借来用一用。你别说。这和我们家那个还挺像。宫房不都长得差不多吗？不过谁跟你说这是给袁小六的了？不是他的吗？那他收我租金啊？哎，解释一下。这是我在妙手铺子接的一个私活，说是鸿胪寺水井堵塞，我去通了一下。这个呢？这个是用来嗑瓜子的，你看，你就这样。哎，能剥一大把瓜子。这个铜球是香囊，你不是说北秦人饮食腥膻，体味重，把这个带在身上就可以遮盖体味，留香持久，可达数月。难道你还想用引火雷炸了英王？怎么可能？谁说我去见英王？编，接着编。你今日不是为了李乐君去找英王了吗？说吧。为了阻止和亲，你跟英王做了什么交易？说。莲弩、火药。哎，谢家园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你别打脸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办法？你知不知道这会让你笨死了？我没和英王交易铸铁术，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真没出卖咱大业，虽然我平时是有点不着调吧，但我不至于一点调都不着吧？行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行了吧？英王已经答应我了，用铸铁术换回乐君的自由，行了吗？你到底在气什么呀？我都说了我没出卖铸铁术，我卖的是妙手器具。这是何意？殿下可曾听说过妙手之名？没听说过。这本《累次天机谱》记载了妙手，也就是我所设计改良的所有农具。殿下且观这踏离饮水术，以屈原代替直原，配风扇3盏，纵是漠北简土，日拓100亩，易如反掌。哦，此龙骨翻车、暗河考功记水稻篇，可省去大量人力，便是8十老妪架子机开荒，上耕70余亩。还有这侧羽铜仪，凤会装了硝石，尾羽嵌了丝楠，地动前3日，必现青烟。
漠南种田高粱，阴山植寒地桑，再辅以代耕架铁木轮，此业即盐碱地化良田之术。殿下舍得任其成灰？哎，你这……放心，都记在我脑海里了。这北秦虽占领上京，但却善游牧，不善农耕。去年冻毙牛羊3万头，这田里收成也不乐观，国库没有存粮，这北秦百姓着实过了一个苦冬啊。不过如今，我可以帮你打破掣肘，只要你放过李乐君。这累似天机谱中的所有器具，我都可以赠予你，如何？这些当真是你发明的？妙手，如假包换。我知道精铁技术是北府兵武器精良的根基，我只是拿这个来吸引鹰王和我相见而已嘛。萧无义，我跟你说，我发誓，如果我真的拿精铁冶炼技术出卖给鹰王，就叫我日后出了健康，我再被人贩子拐了，而且是不是欠收拾？能不能有点忌讳？我就是表达一下我对大业的忠心嘛。你根本不懂我在气什么。那你倒是说呀！你就不该在鹰王面前展现你的能力。技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被鹰王盯上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你不要去游历天下吗？即使我在北京，鞭长莫及，但凡有一点收拢大营，哪怕是一个契机，他都可以把你抓去北秦。到时候你叫听天不应，就你这点胆量，小命被他捏在手里，他让你做什么你不做？那我还有阿茂呢，他也能保护我。是有人保护你，是我白操了这份信息。那谢家瑜呢？我会让他自己选择。瑶瑶对我之心，他一定会留下来的。可你刚求娶崔氏女，所以呢？无疑，你求娶瑶瑶之时，难道没有世子妃吗？不都是权宜之计吗？你与我如何相提并论？当初谢家瑜与我不过是陌路人，有何不同？我娶崔氏女不也是为了救乐君吗？瑶瑶爱我，她一定会理解我的。李一之，你比我还要混蛋。你说的不错。如果做好人只能被当成棋子的话，那不如做个和人。某人说要给你造一把天下无双的宝剑，要削铁如泥，要刀剑合一，还要比鹰王的龙雀宝刀强100倍，让我教他精铁冶炼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呀。不早说。你的伤如何？无妨，羽山阿紫给我用了最好的金疮药，一点疤都不留。
好像成功了。今日多谢你。谢我做甚？是你救了北秦太后一命，她若在健康出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其实我只是运气好，赌赢了。而若是你萧无疑不想做的事，谁也做不成。你早就知道我带走了袁小六，所以让青龙偃月守在西月楼外，是不是？但若非是你一再坚持，也不会是如今的局面。北秦太后，她已经答应了和谈条件。后来北秦太后告诉我，她本就不想让英王获得南翼皇室的支持，只是想见袁小六，所以才以此为交易。你说袁小六和北秦太后真的放下了吗？怎么了？一只，他想见你。瑶瑶，阿茂，伤势如何？可疼得厉害？无碍，一点皮肉伤。乐君的婚事总算是推掉了，你们兄妹二人以后也不必再分开了。当我跟你离开健康时，我再替他想想办法。阿茂，我知道你不会走，我也知道你即将迎娶崔氏女。虽然你们都不告诉我，但自从你去了崔府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瑶瑶，你恨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有的时候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从前太孩子气了，所以无论是你还是萧无一，都不愿意告诉我实话。我一开始是有些生气，你有这样的志向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同我说呢？但后来又觉得，以前总是我想要做什么，便拉着你陪我。可是我却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甚至我也不曾真正了解过你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我希望你这一辈子都轻松快乐地活着，永远不要看到这世间残酷的一面。瑶瑶，你可愿入宫？你是要让我做你的妃子？我是说以后，总有一日我会真正掌管权力，那个时候没有何家，没有崔家，只会有我们。我想，你可以先和萧无一和离。你知道宫中有个摆器局吗？你可以去那做女官呀。你不是喜欢技巧器具吗？宫外的器造怎么会有宫内的好呢？可是我不喜欢。阿茂，这不是我要走的路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残酷的真相和虚假的幻梦，我想要前者。你只是选择了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你不必觉得愧疚，也不必担心我。所以你还是要走。可是你从未离开过健康，又孤身一人的，这路在脚下，行至远方，方知何处是无暇。看来现在的我还是留不住你。能捡回一条命，
你该庆幸。凤骨毒丹。其实今日，不只是他想杀我，我也想杀他。是鱼儿的出现，最后阻止了我。白糟践东西。鱼儿这姑娘，永远那么心向光明，热烈的叫人心中阴暗隐晦之处无处遁形，都不舍得对这个世间太坏。哼！哎，你是不是也因为如此，才喜欢上他的？上次看某人这么喝酒，还是在九丈原没有活路的时候。哼！哎，现如今他不准备走了，你和他是不是就有可能？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谢家瑜他本就不是我的责任，我也从未奢望过。我答应过他母，不会将他卷入到危险中的。我没同你讲过吗？我给你们两个算过，你跟他的缘分绝不止于此。那你们那是……我本就不信天命，若天命留给我的原本就不属于我，那我便要亲自。亲自啥？斩断他。斩断他！哼！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未休息？今夜月色不错。和一只都说好了。可能我们这样的燕雀，和你们这种鸿鹄，本就不是同路人吧。